然后所以那个狗也在，所以它就是其实还是被这个世界爱着。哦，好哭啊！Hey everybody, my name is Nick. I'm a director living in Taiwan, and today I'm here with Ye Jinghan. 叶静涵，嗨，大家好，我是叶静涵。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Drive My Car, and we'll be speaking in Chinese. So if you want English subtitles, you can hit the CC button.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关于一对夫妻，那个老公是一个 famous stage director， 然后他的老婆是一个编剧，对，然后他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关系，我就会看他们在一起，你就知道他们的爱就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的。对，有点很像很陌生，可是夫妻的事情都有做到，对对对，很奇怪，对，但是又很有礼貌，对，对。后来就是他的老婆就是突然就过世，然后2年后。他就是要去一个 direct 一个 play called Uncle Vanya， 然后因为他的眼睛有一些问题，那个 theater 就派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对，然后那个司机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对，然后他们就是 develop this relationship， 因为他们两个有一些 shared tragedy， 对，像我觉得这个剧它就是很巧妙的地方，就是他用一个很慢的步骤，就3小时。3小时其实很久，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大家可能要先上完厕所再去看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很急这样子。对，我本来不知道是3小时，就是我就看了，我以为是1半小时，很短的电影。没有 ，no， 对。所以我就一直看，其实你看前面就是那个 introduction， 你还没看到那个 title Drive My Car，我看到那个 title 大概40分钟，我就说已经40分钟，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很长。没有，但我觉得他的那个3小时的过程没有让我觉得很漫长，对，他会让我反而是让我了解一个人的伤痛，他可以延续多久，然后他要经历过多少的琐碎的事情，才能解决他内心的痛苦。对，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很感动的。你看这部电影有哭吗？有，但是我是手语那段哭的。对，因为他那个手语就是很触动人心，就是他就像影片想要表达，就是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然后还有就是不用语言的表达爱的感受，还有他希望释放那个凡尼亚舅舅他内心的伤痛，因为那个男主角就是封印自己的心，对，他就不跟很多人沟通，他从一开始。女儿有过世，然后跟妻子的相处，我觉得他就已经封印了。然后妻子又过世了，所以他带2个伤痛一起，就是过了2年。然后甚至他在2年前的时候，他有得他眼睛有病嘛，所以呢，他就没办法去看透这些东西，就等于是说他其实自己也没有看透，然后这个隐喻也在象征他的内心。对，其实好像是有点像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啊，只是他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他就是看到自己就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我觉得。对，他就是一直在扮演别人，扮演的一个老师，然后扮演的一个丈夫，什么的朋友的角色，可他从来没有一次扮演过他自己。所以他之前在那个妻子过世之后，然后演舞台剧，然后他就有4次的忘词。他的忘词之后，自己就在旁边的那个舞台的旁边，就直接有点崩溃这样，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直视自己的内心，其实就是凡尼亚舅舅的独白。然后他有说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做 check off 的时候，因为 Uncle Vanya 是 check off， 你就是 check off 就是很难，因为它就会让你自己的 feeling 就出现。对。所以我自己看这部电影也有哭，有爆哭，其实。很难得看到爆哭。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已经听很多人说，也有听你说，就是看这部电影一定会哭，也有点难受。对，所以我就是一直要等待就是要哭的时间。然后我快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哭吧。然后后来他们，因为其实有发生很多很难过的事，所以其实你有一点就是习惯，就觉得对，这个他的生活真的很难，他的老婆过世，他的女儿过世，很多人就真的对，所以你就是听到一些难过的事，你就会觉得 OK，yeah sure。可是最后我就看他们在演 Uncle Vanya 的时候，那个男主角就说一句话，就说 I'm miserable， 然后那个手语的女生就跟他讲说 Yeah what can we do we're alive，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我就爆哭。真的。对，真的让我想到自己的生活，就自己的痛苦，然后觉得每个人是一样的，跟他的
他有做他的表演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国家，对所以就代表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住在哪里，有什么生活，什么语言，对啊，或者不说话要说话，对都是一样的。我们伤痛都会是差不多，但伤痛不能比较啦。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对你来说其实很严重，不管是什么样的痛苦。就像他的路程就一直强调就是要很长，他喜欢很长的东西可以练台词，可是那练台词其实在我看来，我会觉得它很像是一个伤痛的过程，和他就是要走这条路的过程，然后直到他走完这条路之后，他就再也不用在那个车子里了。对，那车子就给那个女司机嘛，而且那个女司机里面还有一只狗，就很像是他去韩国女生的家的时候，那个手语的家里面有一只被捡到的流浪狗。他很喜欢那只嘛，对啊，他那时候就是有人在称赞他，他就摸那只狗，那女司机，然后后来他车子也是变成给他，因为他很喜欢那台车，他很想象这台车被珍惜着，然后所以那个狗也在，所以他就是其实还是被这个世界爱着，我哭了。其实我想问你，这个最后的那个，你觉得那个意思是他们继续当朋友吗？那个他是开他的车是帮他卖东西，或是他们还在一起吗？那个导演跟他，或是他就是给他车就好了。我感觉像是男主角放下一个伤痛，然后释怀一个过去，就不需要在这个车或这个车听那些录音带，然后给这个女司机，然后女司机本来就是觉得流浪狗也是被爱的，然后这个车子也是被爱的，然后这车给他了，他其实是这被爱的这个象征，他们都放下彼此的伤痛去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自己要去觉醒说，就是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就是最后结尾很好，是他用爱解决这一切。对，因为那雪地里那段啊，很多人就是觉得，有些人觉得不喜欢，有些人很喜欢。可是我很喜欢那段，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男主角释放一个过程，然后他是想要完结这个整篇的爱的一个，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结尾，这样。因为其实我问了很多人，他们其实最后想要看到的是大家怎么惩罚那个小王。对啊，可是他导演是以爱作为结尾，我觉得很好OK。对啊，那这个就是包含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其实你只要有充满着爱，然后你就是好好去思考和疗愈自己的伤痛，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走下去，因为生活还是要过嘛。对，没错。对，是这样。所以叶敬涵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所以你看他们演戏的，因为我自己觉得他们演的非常好，每个人演的很好。你看了你觉得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就我真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手语那个，不过男主角我真的觉得演的也蛮好，因为他真的好压抑哦，可是他压抑的很自然。对，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部分就是。他们就是不会说出来，对，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在想什么或做什么，然后他们自己想有一个不想给别人看到他们的内心，可是我们都看得到。对，然后他的老婆也是，他老婆就是很像一个失魂，就是已经脱去只是一个身体的壳在这里，没有灵魂的人，然后再跟他对话，我觉得演得超好，那个眼神我都忘不了，你知道吗？对啊，很厉害。你有觉得那个妻子的眼神就是很不像活着的人。对，然后所有角色我觉得都有带着自己的一些伤痛，然后去演出这个戏，可又有去隐藏，但我们都看得见，所以我觉得超厉害的。对哈。对啊，很强，每个人都一样。对，然后其实高圭也有带着他的伤痛。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演员也要看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电影他们就是太故意做他们的那个 emotion， 会，所以我就是觉得你要学一下，就是怎么给别人看到你的 feeling， 可是不要太刻意的，就是。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对，这很难就是你要有很多层次的表演，然后含在里面，然后你要让人家看得出来，你有可能5-6个情绪在里面。对啊，超困难的。你觉得日本人特别会做这件事吗？我有问过日本，我就说，你们的夫妻相处会是像他们影片这样吗？然后他们就说没有，他们有点刻意的这样。他们就说，其实那个有点太有礼貌，就夫妻之间可以有礼貌，但不会这么有，所以肯定有一件事发生让他这么有礼貌。对，那就是女儿的过世嘛。对，然后还有我也有问说，那像因为里面不是有举办那些
举办那些就是邀请来当导演的那些人嘛，有一个女生，她不是一个中年女生，也是很冷静的说话。对，我就说那你们日本也是这样吗？然后她就说没有，那个有点刻意。我觉得看到她，我觉得她很恐怖。可是我觉得她很幽默，对，她就是面不改色，可是什么都想好了。对，她说那我给你2天时间可以考虑。对，那段很厉害。对，很会谈判啊。对啊。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 dramatic structure 跟它的那个 acting， 可是它的那个镜头或是什么就是比较没有很特别，就是很正常的。他就是想要那么正常。对。可是我觉得也很厉害，因为你不要，我觉得有时候导演就会做的太多。好，所以你会推荐这个吗？我今天蛮推荐，我已经看过3次了。3次，哇，3个小时，所以这是9个小时。对，因为我看3次，我感觉都不太一样。像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女的怎么在床上做爱的时候，就是做的这么美？她怎么可以这么美？然后还可以讲一个故事，还可以铺陈，然后再讲到高潮。对，我觉得她好厉害。可是你有发现他们做爱的，他们眼神都没有交流是啊，我没发现。对，我应该要再看一次。就没有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点失忆，突然忘记要讲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小细节部分，我从看了那个2、3次之后，有些不一样的感觉。对，但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电影。对，我也觉得。我平常就会说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可是在这部电影我没找到。我自己觉得这个电影是不会说完美的，可是快到完美的，我自己觉得。然后这个是 This movie will be in the Oscars this year. It's up for Best Picture. So if you like this movie and if you like our review, remember to like, share, subscribe, write a comment, and tell your friends. Bye bye.